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不知道长叹一口，这个委员是不是因为国际局势跟台湾的情况呢？看看乌克兰，看看泽伦斯基，在白宫228那一场，几乎是围剿啊，跟泽伦斯基的这个大人们的吵架，甚至是听训话嘛，这样的场面之后呢？川普公开的说，有人好像不想达成协议。如果某人不想，这种某人有人，这个是总统公开谈话，说在那个位置哦。这样做不想达成协议的话，那个人不会在位太久。大家都知道那个人、这个人、有人是谁，他都要这样子打哑谜吗？再过不久，那个人的意见就没人听了，绕口令。因为我相信俄罗斯想达成协议，乌克兰人民也想达成协议，就已经预告大家，泽伦斯基的位置不保了吗？但泽伦斯基在跟白宫冲突完回去之后，民调据说上升到了49%。比先前还好，所以他回答：如果要替换我，考虑到目前为止的情况以及我的支持度，想要替换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起来他也是有备而去了白宫，有这一场争吵吗？白宫大吵之后，在谈乌克兰的时候，川普甚至在他自己的社群上面预告。明晚其实就是4号台湾时间的话，也许在晚上或是明天早上的时候，他说将会宣布一件大事，我会直言不讳说出真相。大家都在猜啊，这个预告很像那个脱口秀，有没有？主持人在预告我下一期节目是什么？这种说法，到底什么是真相呢？要 fire 谁？还是谁要出歹击了呢？大家猜有，因为刚好是国会演说的时间啊。泽伦斯基涉贪腐的证据吗？先前不是有暗示明示过，说有一些军费送到了乌克兰，下落不明，或者泽伦斯基有什么丑闻吗？或者是跟美国军火商有勾结的证据吗？甚至跟拜登之间有什么交易吗？大家猜了很多，但你就看川普来揭晓。但川普一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哦，永远都有戏剧张力，没有再客气的。因为欧洲现在呢，对于这场白宫228之后的乌克兰处境，欧洲跳出来，不只是法国、英国，现在欧盟都一起紧急开了一个高峰会，说要帮助乌克兰。不过各自意见不太一样，例如法国就提要用这个1年的期间，1个月的期间叫做有限停火的1个月，来协助乌克兰空中海上能源基础设施，来帮助于验证俄罗斯的意愿哦。那这种所谓的能够去要求停火啦，甚至可以派兵等等的意见呢，英国就不买单。英国国防副大臣就说，英法2国没有达成共识。还有一名与会的西方官员说，其他领袖对于马克宏的提议并不热衷，包括泽伦斯基也不想要。很明显，马克宏在这件事情上有点操之过急。如何停火，有限停火1个月，大家都不知道。那但是欧洲为什么大家都说自顾不暇？除了美国也没有再客气的征关税之外，像德国好了，过去是一个经济的强国，在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结果一样在经济各种的冲击事件里面出了问题，甚至连民心现在都很惶惶不安。3号这一天呢，有32万人在庆祝的曼哈姆的一个这个叫做嘉年华会哦。嘉年华会突然有一辆汽车去冲撞人群，让他们这个简直很担心。虽然还在死伤的部分是25重伤，被民众认为说这是日常新闻，经常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非常沮丧，在安全上都有疑虑，有没有政治动机，是不是恐怖攻击？那目前呢都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证实，但是对于各种庆祝活动、嘉年华会，连过日常都会感到有阴影。那么甚至被问哦，德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德国经济放缓的速度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更快。当然跟汽车接下来的关税可能都有重大的关系。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能很快康复吗？欧洲是在觉醒的边缘呢，还是病入膏肓？有没有可能团结跟崛起呢？那美国的部分呢，有没有可能说要退出欧盟，在欧洲这里所部署的核武？马克宏跳出来说话了，如果美国决定撤回在欧洲的核武的话，法国可以考虑在盟友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填补安全防御缺口，就是说不再靠美国了。欧洲自己来，但法国现在主要依赖的海基啊、空基啊各种战力啊，都还是跟美国有关。美国撤出的话，欧洲敢部署吗？会不会成为俄罗斯下一个目标呢？
但相对于此，美国的朋友现在处境都好惨，一个比一个还惨。只有敌人，本来敌人现在最好嘛，看跟俄罗斯之间你侬我侬的眉来眼去，美俄关系被形容叫做持续转暖，好暖呐。路透社报道，美国也正在制定清单，要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为什么欧洲大家一起那时候记得吗？连台湾的企业要去俄罗斯哦，如果没有退出来，没有制裁，会被谴责为什么？是因为美国队长要求啊，这是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跟秩序啊。但白宫最近却要求，可能欧洲都要放缓或是解除各种的制裁，所以俄罗斯要解禁了。但《金融时报》报道啊，普京的一位密友一直在策划美国投资者的支持，要重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北溪2号天然管线呢，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经济全部打开。其实欧洲也需要这个低廉的这个天然气，那这样下来，欧洲拿到了天然气，当然所有制裁也自然就会解除了。而乌克兰战争现在怎么结束？会不会结束？结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是一个最后成为大家板上的肉，一直切到最后怎么样？不知道。但以色列跳出来说要送给普京大礼吗？他建议让俄罗斯的军队回到叙利亚2个基地。过去就是在叙利亚本来俄罗斯就有驻军的，因为近来的几个叙利亚的政变啊、冲突啊，那他们认为如果让俄罗斯军队回去这里的话，可以抵消土耳其的影响力。那而且以色列这样的举动呢，也可以符合自身的利益。当然，对乌克兰来讲，更是腹背受敌。符合美国利益吗？美俄会成为新同盟来对抗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吗？戴老师，川普跟泽连斯基这一次在228的当天的冲突啊，是很激烈的，后遗症已经显现出来了。川普他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就是你泽连斯基要公开的认错道歉，第二个你要来签和平协议，第三个矿产协议也要签啊，所以等于是他要尽速的要解决俄乌的战争问题。很明显的，泽连斯基是完全不同意了啊。泽连斯基在认错道歉这个部分，他在第一时间就接受福斯的这个新闻的专访，他不认为他有错，所以他不会公开承认道歉。但是当他去欧洲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也好，或者是英国啊，即使英国的首相都告诉他说要处理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泽连斯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再见一次面，但是是闭门的，不要有记者在场。那闭门的会不会就跟川普来道歉啊？这个说不一定，但是川普要的是公开道歉。川普说，你如果没有打算来签和平协议，就不需要再来了。他的财政部长也说，没有要签和平协议，我们矿产协议现在没有准备要签了，说不定也没兴趣了。对，有点没兴趣了。那也就是一个要尽速解决俄乌的问题，一个是认为俄乌的战争还会打相当的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是泽连斯基最新的一个讲法。当泽连斯基在昨天把这个最新的讲法讲出来以后，等于是直接就跟这个川普对抗了，所以川普立刻就做了一个决定，本来只是要求五角大厦相关部门研究一下，如果停止供应乌克兰军事物资的时候会怎么样，本来只是在研究，但现在他马上就做了一个决定，明确的暂时停止供应。本来在经费这个部分，从川普上来了以后就已经不再供应了，所以没有再给钱，但是军事物资、武器装备还是有送进去。但是这一宣布的时候，也就是3月4号，同时在空中飞的，在水上跑的还有已经停留在波兰，准备透过这个铁道运输或是公路要送进乌克兰的，全部都暂停了，全部都停。那这2天当然不会有影响，但是过了3、4天、5、6天，乌克兰的前线的部队就开始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影响最深的，一般判断大概是在5、6月左右，也就是年中的时候，因为它的弹药库的可能会耗尽那这个时候欧洲补不上来，因为欧洲的国防工业并没有转变成为一个这个战时的国防工业，所以它的生产能量是有限的。因此，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这3年以来，绝大部分是依靠美国所提供的武器弹药跟炮弹。前段时间美国很紧张的时候，还要求韩国提供这个炮弹，韩国提供的30万发
的炮弹以后，就引起了俄罗斯的不满。那我们看到俄罗斯就改变了对于朝鲜的一个态度，那给朝鲜他在研究这个发射导弹这个部分里面，就提供给他技术上的协助，甚至核武的试爆也都提供给他技术上的协助。我们看到东北亚的局势就产生变化，这个跟美国后来在武器供应这个部分出问题了以后，韩国进来帮忙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看到整个都是联动的，就一些事情就一个一个接着发生了。现在英国跟法国姿态做很够，但是他们的能力很有限，更何况英法两国的意见也不一样，而且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有点像堂吉诃德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以中国来讲，那当然就是像鲁迅笔中的阿 Q 一样。为什么？他们说停火1个月，俄国跟乌克兰都不要用空中海上去攻击，然后那个基础设施不要去攻击。坦白说，谁理你啊？俄罗斯谁会理你法国跟英国所说的话？所以我才会说他们真的是有一点阿 Q 或者是堂吉诃德的精神。其实我们知道英国处境也有点尴尬，原因是在先前不是跟乌克兰也签过一个叫做100年伙伴关系协议嘛？这协议里头也包含稀土哦。当时有些稀土的开采权是要给英国的哟。结果现在川普如果全部把稀土要拿去的话，才会有教授翁履中教授就质疑这有没有一物两卖啊？那所以欧洲的处境想要插手，委员不容易。欧洲最主要的确，它很多的武器的供应特别是炮弹。然后乌克兰它本身是希望它一天能够有2万发炮弹可以使用，它一天消耗量2万，事实上它当然没有办法拿到这么多。炮弹是个很重的东西，你看要运送到前线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美国还要跨过大西洋这样子的送，可是炮弹生产最多还是美国了虽然他们加起来大概还没有俄国的产量那样的大。现在它的我是觉得稀土的问题是这样了你欧洲这些国家，你们想，包括美国，你要稀土不要紧，你让战争先和平的解决。你像美国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就很残忍、很残酷、很无情。人家前线还在打仗，他土地被人家占领了19%、20%，然后每天都有人死亡。这个战争没有结束，你就忙着要跟人家开采人家的稀土，这让他觉得不仁不义耶。而且还要讲一件事情，你美国说你乌克兰拿了我3000多亿的钱，川普讲了现在你要还我5000亿的这个价值的稀土，你怎么计算呢？你要不要拿来看一看？至少我个人认为应该有贷款的部分，只是没有很精细的把它公布出来。但是绝大部分呢，至少85%以上的，尤其是武器，我认为是美国片面赠送给无偿赠送给乌克兰的。你这个东西也要换成钱，把人家拿回来。你这好像说你请人家到你家里来吃饭，然后闹翻了以后，你说你去年中秋节来我家吃饭，那个饭呢是值5000块台币的，你现在要还我1万块，因为物价上升。你现在川普就这样子你没有你的援助全部加起来讲，根本都不到他所讲的3000多亿，结果你要跟他拿5000亿的东西，那个稀土进来，我请问你这种做法像不像强盗？我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作风。我不知道美国为什么会堕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样子，连共和党的很多的参议员、众议员都看不下去对不对？你要先帮助人家把这个战争给结束吗？而且现在边打边谈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开始谈，可是你盟友这边已经开始在进行谈了。这个时候的战场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想在战场上多拿一些，好在谈判的时候比较有利于他。你美国这样的做法，人家怎么打得下去？打仗是靠士气你这个士气怎么打得下去？你告诉我，你天天说跟普丁搞的关系很好，国防部长还说对他的这些一些的什么网络的这些监测或者宣传的东西全部停止，然后呢，依附最好的朋友，美国最好的朋友，现在就突然间就变成侵略者普丁了。然后乌克兰呢被打得那么惨，不管责任事情当然是犯了一些错误啦，
好，这也值得民进党好好去参考的。你对美国信心太够了啦，你太相信美国。美国的确你也保证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备忘录里面，你美国签了字啦，承诺过的，对吧？你承诺过啦，而且呢，你川普当了4年的总统，这4年里面，每一年美国主导乌克兰还有北约的国家，就在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的那个地方一个训练中心，在进行年度的演习，名字叫 Rapid Trident， 快速的3叉戟。那结果乌克兰当然如果说，你看你美国早就在帮我的忙，川普你今天骂拜登不应该去帮这个泽连斯基打这场仗，请问你在你自己当总统那4年，第一任那4年，为什么每一年跟乌克兰举行演习？为什么当时就开始军事援助乌克兰？你没有错嘛？你们如果一开始跟乌克兰说我不管你们的事，那乌克兰可能就说一点，就向俄罗斯低头了嘛？你没有嘛？所以我是高度的同情乌克兰。是将军，如果以军事角度来看，现在一开始在美国也算是半鼓励的情况之下，战争最后坚持加入北约嘛，打到现在3年多以来，现在乌克兰战场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乌克兰战场，我认为整个总体来看的话，对乌克兰整个是不妙的，因为西方国家没有国家愿意派兵，那乌克兰只有自己打。乌克兰有多少人？1000多万在国外，那他现在能够在乌克兰境内的只有3000万，你把老弱妇孺扣掉，那就剩下这些人。所以他现在打到征召的年龄是只有17岁，高中生中学生要上战场，他死伤整疾，死伤惨重。那战争为什么要下去呢？我认为跟钱有关。可能他们的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在战前2022年的时候，乌克兰是欧洲最贪腐的国家之一。那现在为什么继续打下去？因为军火的钱最好贪，最好赚。那大家继续拿，继续贪嘛。所以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说要说实话哦，我看一刀毙命啊，那多少钱很清楚啊，那钱到哪里去了？到谁的口袋了？所以大家看拱火就是可以有钱捞，发战争财，发国难财，是这个样子。我认为不是泽伦斯基一个人，可能还有他是共犯结构。所以乌克兰准备被 barbecue 了。barbecue 就这样子了吗？你的国家是变成这样子，不是 barbecue 了吗？那还能玩什么呢？因为这爆炸性的效果会一刀毙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包含法国还有英国，它的核武要来保护，我认为效果非常有限。因为法国的核武是290枚，英国的核武只有180枚，但是大家知道俄罗斯的核武6000枚，是你英国跟法国加起来的20倍，你怎么样去比啊？俄罗斯那么多核武，所以我认为效果，大概俄罗斯的整个的核武的数量是英国跟法国加起来13倍，所以我认为没有办法比，要数量上不用那么多就可以毁灭世界。对，那我们看俄罗斯的国土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你法国55万嘛，你英国的土地面积24万平方公里，你两个加起来只有俄罗斯的1/20都不到。你看看你要打核武是要打核战的时候，就要靠面积，看谁的面积大，这底气就强。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不要去跟俄罗斯挑衅，说有核武可以核保护，那这样弄起来吧，反而适得其反。反而会激怒到俄罗斯，那反而战略效果没达到，造成战略伤害，有这个可能。现在是川普打一个喷嚏，全世界都会感冒的状态。现在在川普最新对于日本的说法，他光讲一句说，他还特别打电话给日本还有中国大陆领导人说，他们不能任由这种不公平的货币贬值继续下去。就是日币之前不是一直贬吗？那么上次甚至这个他们的央行还有升值的策略，但的确还是一直在贬。那川普就说，如果你们再贬下去，我就要贬你了，对吧？他就要稍微提高关税马上日元应声重贬，贬到了飙升抱歉，就是0.2252，已经是半年来的新高，也就是说一直要往上，你要升值，
对于美国才是有利的。那人民币呢，也是在他的喊话之后呢下跌，然后盘后反弹了吗？代表在中国大陆的央行没有要让币值中人民币要贬下去啊。显然，这个预计在中国大陆的央行的两会币开幕时间要保持货币的稳定啊。人民币没有受到动荡，但是川普的贸易战开打，大家都动荡，正式的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的商品关税提高10%嘛，现在提高到20%了。认为说，因为你没有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等等的。那对于大陆方面的回应说，我们早就在毒品啊相关的控制里啊，非常的严谨，那没有这个问题。但现在的做法呢，不上谈判桌，川普是在加速施压吗？纽约时报报道是，我给你说喊10已经比其他人客气了，你没有来急着跟我谈判也没有来示好，所以直接再加10，看你怎么回应。今天再加10的关税之后，大陆的商务部回应，中美双方的禁毒合作取得成效，但是美方甩锅推责，一错再错，罔顾事实，是典型的单兵主义、霸凌主义行为。显然他们也没有要让，一样是硬起来硬硬。农业也一样反制措施，大陆对于12类的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10到15%，这包括了什么呢？鸡肉啦、小麦、玉米，非常多的品项，这都是蛮密切依赖的品项。而川普发文，4月2号开始也要对大陆的农产品，其实是全球的吧，来到美国的所有农产品都要加征关税。他喊话农民们，准备好喽，要庆祝喽，要玩得开心。4月2号开始，国内尽量的生产农产品，国外进口的通通都会要加关税。农产被盯上加征关税，美国的业界说，中国市场可以取代吗？恐怕这个依赖度非常的深，接下来影响的国家粮食安全很难想象。对比2023、2022，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下降了20%，2024再降14%，也就是说，是谁对谁依赖比较大呢？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最大的农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比也下降了。显然，美国的农业人士都认为，其实正在寻找其他的市场。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农产品才是不可替代的。问题是，川普说要来一起互干的时候，到底谁会受伤比较重，就来观察喽。川普确认征收关税之后，纳斯达克创下了最大的单日跌幅，比特币一下飙一下跌，这也是让这个虚拟币。反正就是他所有的政策一喊，都会影响所有的投资指数。美国经济拉响了失速警报，2年期的美债下降了约5个基点，5年期美债也随之下跌。所有在相关的国债收益，上周五开始呢，成为10个月以来首次的跌破4%。关税被这个相关的人都认为它是一种战争的行为但现在呢，美国经济例外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理论还可以做到吗？很难。美国的光环正在消失当中，包括川普关税跟联邦政府裁员，由于裁员这件事情呢，正在大刀阔斧嘛，还有移民还没真的处理呢，就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有没有可能真的大通膨时代再度来临呢？现在经济学家都很担心。中国的大两会现在正在揭幕美国的各种的加征关税也回应的是全国人大发言人回应，中方愿意跟美方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但绝不接受施压跟威胁。但看起来赖老师这样川普的做法是对不管日本或亚洲全球都一样。川普的贸易战会不会引爆全球跟对美国的贸易战，我们还在观察。但至少这个中国大陆也好，加拿大已经开始反制了墨西哥它也是被课关税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墨西哥有反制的措施，所以我才会说还要再观察。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就是4月份的这一波了。4月份这一波，欧洲会怎么反制还有在亚洲的日本跟韩国会不会选择反制？还有在南亚的印度会不会选择反制？这我们都不确定，因为目前看起来韩国是一直在讨好美国，说我的军舰我可以不造我自己的，我先帮你优先造，可不可以豁免我关税我对中国大陆的钢铁也开始实施倾销调查了，要做反倾销，可不可以你给我豁免关税？我们看到韩国跟日本还有印度的莫迪去美国之前他们都采用的就是说，我也对中国大陆下手了，你就不要再给我课关税了，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问题就是 WTO 有 WTO 的规定，所以我们把 WTO 都推倒了。不然的话，你片面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
违反 WTO 的规定来课征关税的话，一方面可以到 WTO 告你，二方面它可以反制啊这样的一种权利。我觉得目前我们还在看欧盟在4月2号的时候会怎么做，还有就是日本、韩国等会怎么做，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全世界的贸易战那么都对美国开打了。所以美国一手在开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美国会不会也变成重拳在围殴美国的情况？这个真的是有待观察。好，可是以初步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贸易战是攻击，但是没有防守，他没有考虑到防守的问题。但中国大陆的做法却是反击，但是也有防守，这是双方有不同的地方。中美的贸易目前只剩下6000多亿美元，而中国大陆的 GDP 是18万亿，就18兆美元。所以6000多亿对于18万亿、18兆来说的话，坦白说数量已经没有到那么多了，大概3%点多而已。所以它对整个大陆的 GDP 的影响没有美国的经济学家所吹的那么的严重。那大陆的这个防守的一个方式，就是采用这种扩大内需的一个方式来缓解，也就是说，大陆本身14亿人口，它的中产阶级的总数量超过美国中产阶级的总数量，所以它在这个消费高端的产品这部分是有潜力的，只要把它刺激出来。所以大陆一方面在做刺激他们去消费高端产品的这样的一种能量，那二方面他们的外贸部在上个礼拜都已经开始走出去了，也就是到其他的比较富有的城市的国家去铺货，那这样的话可以缓解他们出口的一些压力，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里面就是，如果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美国没有办法从其他的国家获得的替代品，我估计大陆的这些产品不会降价。那也就是说，一定是美国的进口商跟消费者来分担这个关税。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部分的物价会上涨。好，除了这个防守这一方里面，我们看到大陆的组合拳已经出来了。在上一次2月4号的时候，大陆是立刻就宣布，也就是说，在美国贸易战生效的2月4号，中国大陆立刻宣布反击，而且当天就生效。可是这一次是先透过《环球时报》不具名人士，先把这个中国大陆可能会反击的项目跟美国提醒。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取消了对中国的这个增加关税，中国就不会实施反击战。但是川普很明显的，非但没有取消，再增加10%啊，这个就是川普的风格了。那也就是本来是10%，现在变成20%。好，就在3月4号，大陆马上就反击了。这一反击当然就是组合拳，除了您刚讲的农产品跟农食用产品，那么课征关税以外，大家也留意到，它对于10几家的美国的企业也都开始这个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除了这个，大家还有留意到一个事情，就是大陆开始在加速的卖掉美国政府的公债，所以很多人预估，如果中国大陆卖的速度够快的话，美国的财政就会出现问题了。委员股神巴菲特难得公开的谴责，他说这种关税战其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最后倒霉的会是美国的消费者。怎么看？你看那个证券的这种跌幅，跌得又急又狠，又广。这就说明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投资者啊，尤其股市的投资者，他是没有信心的。这种都当然是战争，因为不可能只有你打人，人家不回手的嘛。加拿大也不可能不回手，加拿大就讲了，他说我这个电力啊，他的那个最靠近的是安大略省的省长嘛，就是说我这个电力不提供啊，我们不提供。哎，那这样子啊，那电力不足的地方，那怎么来弥补呢？墨西哥是真的是比较脆弱，加拿大还是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骄傲啦。他就你给我一拳，我就给你一拳嘛，就这样子。那可是真正大概会影响比较大是跟中国大陆。我觉得中国大陆经过川普的第一任的折磨，还有4年来的拜登政府的不断的折磨，他们对川普的当选，其实我是觉得不是说处变不惊。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不抱幻想，但是他们没有幻想。你讲到最好，就是不存幻想。你看他并没有在第一个时间点就跟川普恭喜，然后你看这个官方的那个口气，
并没有一副说折磨我们4年，拜登走了，现在情势大好了，新的总统上来，并没有，因为他们了解川普这个人，尤其他在竞选期间已经说了太多的话了。当这个，他还讲过一句话，他如果这个大陆打台湾的话，他就轰炸北京。他讲这样的话，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人上来是不好惹了。我想大陆大概也有做了准备了啊！你看上一次的这个会议，把民间这个大的这种企业，尤其跟这个 AI 啊，这个自动化这有关的这些大老板们聚在一起，这个其实对习近平来讲，就是说大家做好准备，公营的事业要做好准备，私人企业精神上也要动员起来，因为眼前的有一场仗是不好打的。不过我觉得川普下手。敌人一时间接纳太多，你看他现在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真的是对他心悦诚服了？我觉得找不到一个国家。南韩配合他对中国大陆寄出这么高的关税，你认为南韩心里会服吗？你觉得日本会服吗？没有一个国家，欧洲国家更不用讲了，只有俄罗斯最开心。对，就只有俄罗斯开心嘛，只有敌人高兴，朋友都不是高兴的啦。你看我们的台积电被整成这样，你就问每一个台湾的人。说你现在你觉得你对美国印象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绝对是更坏的嘛！而且你还人家的实验室，人家的这个研发中心还要搬到你美国去，这叫斩草除根，嫁妆都带走，家产都掏光了，对，人才都带走。我告诉你，连棺材本都被带走了。这个没有任何，这没有道理。但是你知道，在农业方面来讲，大陆为什么挑这农产品下手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样子影响的，就是对于那种什么中西部、南部这种生产农产品比较多的国家，的地区，压力会突然间变得很大。你看大豆来讲，去年1年，中国大陆进口美国大陆128亿美金呢，这是个什么概念啊？128亿耶！然后你说小麦也进口了6亿，所以它就要全面性的在农产品上面报复的话。其实农民是比较脆弱的，是比较属于中低收入户的。没错，你这样子从这个地方打下去，真的打蛇打到7寸。你美国未来会出来造反的，不是只有那些被裁员的那些什么公务人员这些，包括农民都开始陷入恐慌了。是将军。我认为川普啊，他在经济这一方，光从经济来看呢，他最不喜欢4件事情。那这个大家都有在做配合。第一个，他不希望大家贬值，你一贬值的话，美国卖过的东西就贵了，谁要买美国东西？他就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美国东西嘛。然后他希望大家最好能够升值，你一升值之后啊，买美国东西都便宜了，大家都买美国东西，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他们讲，大家不要贬值哈，你贬值的话，加了关税，大家都是希望贬值，希望把这个成本。堆高的关税成本能够透过贬值来把它做一些平衡，是这个样。但川普看到了，不可以。第二个，大家不希望其他国家抛美债，继续该持有美债的继续保持。你看，在拜登后面的时候，大家在抛美债。你看川普上来谁抛美债？没有在抛美债，谁敢抛美债？你中国大陆是对现在持有的美债是7950亿美元美债。那日本是最多了，日本现在持有的美债是1兆美元。你看现在日本有没有抛售？不敢抛售了。英国持有的美债也7200多亿美元了，也不抛售了。你看大家在拜登的后期一直抛售，川普一上来大家都不抛售了，继续持有美债保持住。所以我认为大家都对这个川普在这一方面的新人新政这一方面呢都有所顾忌。第三个，我认为大家必须加大对美国的投资。所以石破茂到美国一访问啊。先投资美国1兆美元，就是33兆台币啊！你看这，那我们的台积电过去啊，1000亿美元，3.3兆台币过去了，你的工作机会过去了，将来这个台积电的尖端制程的相关的这些技术过去了，设备过去了，钱过去了，人才也过去了，你看美国变成大赢家。那相对的，台湾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因为都到美国去了嘛，那些赚的钱。我们以后的这些税收也减少了，因为都到美国那边去了，所以在这个必须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其他各国都配合，不是光只是讲了台湾跟日本是这样。第四个，必须加大购买美货，降低贸易的顺差。
因为大家都赚美国的钱啊，所以川普很多经常都讲，大家都赚美国的便宜，只有美国能赚钱。对，因为就可以卖东西给美国啊，然后赚钱赚美钞进来，赚美金进来啊，所以他说你们大家都占我便宜，赚我的钱。那现在川普一上来，希望大家多多买美货，然后降低贸易顺差，那这样子来救美国，那美国市场就来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川普最喜欢的这些事情呢，我看大家都在配合。在世界的竞争里头，科技当然是决胜的关键。机器人，看看这个影片最新公布的这个进程，各式各样的机器人都能够运用。看到画面，不管水上啊，还用功夫来结合哦，凌波微步啊，那这个叫做乾坤挪移，这个是3岸。废话。是水上、水底、陆上、空中都有梦幻联情。现在当然两会正在召开当中，这是科技对于接下来他们下一阶段要在美中对抗当中。有资本非常关键的重中之重。1、2月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关键期呈现爆发式成长，是可以直接从数量上来看的。而且呢，这个科技不但只是应用在这个各种的厂房里，已经进到了家庭，甚至一般的生活。分别这个整个集成啊、身体啊，都有上涨22%、21%。大脑板块12%强劲的表现，在美国的部分比较强，反而是在脑，就是所谓的 AI 的控制晶片这一块。但在机器人的身体啊，各种灵活度啊，已经是中国大陆的展现。相比之下，有各种竞争的优势在其中。这种 PK，美国更胜一筹的大脑。现在看到刚刚画面就知道，各种的机器人的呈现运用越来越广。DeepSeek 大家震撼世界啊！光是第一代的产品呢，新加坡证实辉达 AI 晶片已经经过 Dell 美超微在新加坡转卖过去 DeepSeek， 所以现在美方也要往这方面的管制出口来掐紧脖子。Blackwell 流入中国，买家的突破是用在马来西亚、台湾购买啊，然后境外注册的公司转售，是不是成为中国 AI 的后门呢？现在被说还要来新加坡政府加以管制，让中国大陆拿不到。问题是中国大陆自己研发的技术也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到时候也不见得一定要从外部取得了。DeepSeek 优化之后呢，经过最新公布的获利率545%，它最特别的就是各种公开的数据跟资讯，让大家瞠目结舌，可以这样公开啊。3大技术支撑呢，被说也是优化之后。成为颠覆产业的关键价值哦。API 成本说不到 DeepSeek 的一半，有一个腾讯推出更快的思考模型，浑圆的 Turbo S 啊，更厉害了啊！这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在快速应变上的能力呢，接下来也成为一个大家可以观察的指标。而腾讯的元宝中国区的苹果应用店下载已经成为一个到顶峰了哦，让这个语数啦、DeepSeek 啊背后都有大家在想。像中国版的史丹佛大学一样，在浙江大学为什么可以跑出这么一群这么厉害的产学研究的协同？20年来，浙江大学的校友累积有25家机器人创业公司，几乎是一个孕育的一个重要的学校的资本来源呢。那中国的 AI 有望凭开源生态优势保持长期领先吗？奇虎360创办人当然有他的观察，是不是有虹吸效应？这也是接下来美中如果要对抗的话，过去一向是矽谷为王称王，机器手臂在特斯拉看到是这么的强大，现在运用到生活面，已经竞争的层面越来越不一样。2025是10年前中国大陆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战略。那德国推出来的是工业4.0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德国中国大陆等都在拼这个2025的一个计划。那现在今年是收官了嘛大陆几乎都全达标了。德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往下衰退。美国的进展也有的突出，有的进展不前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今年的“十四五”已经盘点了可能在政府的施政报告中要做最后的一个盘点。那“15+5”第15个5年经济计划
马上就要推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在预示的为什么我们台湾那么关注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它已经在勾画5年左右的中国大陆的一个整个战略的布局，跟每一年要做多少事，每一年要完成什么样的项目，都会公布出来。目前来讲，大家知道的是环绕的就是新质生产力，然后它要用在传统产业上，可是它同时也要用在这个创新科技这个部分。创新科技这个部分，您所介绍的这个机器人，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项目。而这个项目，他们估计可以至少高达7、8千亿这个人民币的产值，今年然后未来可能到上万亿美元人民币的产值。那这它可以充分的去填补出少子化的在工厂上的运用。而宇树它的创办人认为说，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至少到明年初，他们就会走入家庭了。所以家庭的家事机器人的这种速度之快那可能是令我们真的是非常惊讶的。也就是说，在未来如果说它开始进入量产铺货，然后它把它的成本下降，越来越多人家里能够买得起，有人来做家事的话，这个可能也会解决人力不足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还有当然您刚刚介绍的就是有关于 DeepSeek 的问题。AI 目前来说，美国的 OpenAI 很强，但是很快的才1、2个月时间DeepSeek 的它的这个下载量已经跟OpenAI 抗争了并行了。而中国大陆的各个这个数位公司都投入的一个情形下，他们正在加速发展。那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是一个开源跟闭源之间的战争。那中国大陆的开源是受欧洲欢迎的，因为它向欧洲、印度告诉你说，低成本、低价钱、低投资可以得到高的回报。那因此它采用开源战。美国现在面临两难的地方是美元是闭源，所以你美国如果今天你下载美国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它内容是什么，你没办法修改。所以以后就是一个开源跟闭源的战争。以目前来看的话，开源是占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那除了这个以外，大家会留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晶片，就是你刚刚谈到的英伟达。英伟达它的最主要代工厂就是台积电了。可是 DeepSeek 它现在已经证明也就是说华为所做的麒麟9100这个已经可以去满足这个英伟达的 H100了。那这样子对于英伟达跟对台积电都绝对不是好消息，而他们已经开始在做抽换的，也就是说有一些晶片要做更新的话，他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晶片来做更新。那当然目前的良率还没有到，目前的良率大概40%，已经开始有赚钱了。那也就是说大陆他们估计到60%的时候，那它的全面铺货速度就会更快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国大陆在被晶片科技围堵之下，快速成长的，包括机器人产业，让大家瞠目结舌。刚刚一开始看到那影片，各种功夫都可以结合的机器人，已经快速到让大家不敢相信。所以你看，其实川普最先出来的时候，他扣税对象是加拿大跟墨西哥，中国大陆人是扣10%。其实我跟你讲，他真正目标是中国大陆。他的周围这些测试大概也都是这种念头，就是说要跟俄国改善关系，缓和，集中力量，到这个亚太这个地方来，然后就对付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件事，就是说大家会想，中国大陆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美国的对手头号的这样一个敌人？不是基辛格那个时候，基辛格刚死，基辛格的时候觉得美国要跟中国大陆要改善关系，可是现在看起来，美国的做法就是要跟中国大陆就杠上了。我想就有这个，美国也不是突然间很冲动，半夜睡觉起来就打算这样干了，因为他们经过相当的时间的分析，觉得中国大陆比俄国还要可怕太多了，对美国的全球的霸权地位的威胁要大很多。当然有人讲说军事上什么军舰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片面而已
你去看整个来讲，你讲阿里巴巴，这种网际网络这种服务，突然间就串起来，所以而且做网际网络还不是只有阿里巴巴一家，百家争鸣。中国大陆现在在全世界来讲，网际网络做的这种服务，譬如网购这些，在全世界10大里面，中国大陆占了绝大部分呢。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个别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电动车，在中国大陆，我们都觉得它这是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尤其讨厌中国大陆的人，一个封闭社会啊，独裁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大家应该都是很闷在那个地方。你发现中国大陆很有创意，电动车它押宝全世界，它整个被它是压上去了。没错。你看，你日本人 Toyota。人家奔驰现在整个压力大得不得了，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真的是几乎是畅行无阻啊。这个就不是。另外，我们再讲 TikTok 搞到美国国会要通过决议来对付它，说要把它，要不然就卖给美国，要不然就滚出美国。什么行业会厉害到让美国的国会议员2党一致的要支持把 TikTok 赶出去？而且 TikTok 做得这么成功，赚了很多钱还不要紧。它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全世界很多人，尤其年轻人的一些的自觉的体系，对不对？然后我们讲这次的这个 DeepSeek 也是一样，你们大家都觉得说要用台积电最好的晶片，要投很多的钱下去，然后才能做出很棒的 AI 出来。好，说 NVIDIA 就是最好的这个晶片。你现在看它 DeepSeek， 它做了这样一个平台。花了钱600多万美金了，把它做出来，可能不是像这个什么 OpenAI 他们做了这样的完美，可是比它稍微差点。可是它问题上是这个价廉物美嘛，所以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就是说中国大陆是的确有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台湾好好去检讨跟学习的。我们要讲台积电，过来你再讲第二个给我听听看。那现在研发中心都要搬到美国去了，你再讲台积电，你认为台积电的日子还有多久啊？好日子啊！我没有独角兽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机器人发展快速，用在战场之外科技的对决，将军。那个机器人的换装啊，超乎想象，可能打破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每18个月价格减半，但是功能加倍，是这样。那现在机器人看它换装的速度超乎想象啊，又会跳又会跑，能够飞天又能遁地，还能够入海，对吧？打功夫以后，我刚才想说，是不是世足赛要请有一个无人机队就跑出，这个无人机器人就跑出来了。它将来就是以后长照看不是用外劳了。推那个轮椅的，可能机器人来推轮椅。没有，我就说我们翻身，可能到时候就机器人。机器人帮你翻身了，不是外劳帮你翻身，机器人帮你翻身。这个进入家庭，进入长照，那机器人进入战场，有机器人，那机器人它能够翻天度，跑来跑去，那个沙漠、那个河流、沼泽都没问题，还能够飞起来的，变成这个样，这个也进入军事了。然后另外机器人进入工厂，变得无人化，